冯姐姐，恭喜你荣升2等医师！是啊，恭喜！我们可就多仰仗你了。对啊，冯姐姐穿上2等医师服，气质更出众了。1等医师，迟早也是你的。谢谢了。今日是太医院的什么大日子？这么热闹？你谁呀你？哪来的臭要饭的？这不是吉安所的瘸腿老头吗？吉安所的，平时吉安的人来我们太医院做什么？真是晦气！太医院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小娃娃，说话留点口德。臭老头，今日是我们冯医师的大日子，还不赶紧走，别扫了我们的雅兴。大，就是因为是大日子，我才来凑凑热闹。搞什么呢？医师冯殷与太医院司职以来，恪尽职守，治方精妙，奇功可表。今擢为2等医师，望尔恪尽职守，不负众望。冯殷，上前来领腰牌聘书。慢着！你一个吉安所的，太医院岂是尔等能随意擅闯的？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吴春林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走吧，赶紧走！吴春林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们无院派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，还不赶紧走？赶紧走！一会儿赶紧走！走！快给我住手！刘大人，都退下！下官不知钟老前来，又是原因，又是原因。这刚才是谁口出狂言，对钟老大不敬的？啊！你们可知钟老是谁呀？钟老是跟随先帝出生入死，打下江山的军医，曾数次救过先帝的性命。开国后，是钟老亲手创办了太医院，他是我们太医院的第1任院判，也是我师叔。是人，钟老可谓是德高望重。这些小王八羔子，刚才非要把我轰出去。我看你们一个个的是闲顶着脑袋太累了，都想歇歇了，是吗？不敢！哎呀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钟老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钟老，还请钟老原谅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放在心上。钟老，您隐居多年未曾出山，今日怎么想起来太医院了？这次我来太医院，是给你们送一位2等医师。2等医师，谁呀？丫头，进来，让大家见见吧。怎么是他？他怎么还活着？他怎么入伙了？冯嫣，你说呢？我装死自然是为了查出真凶，人赃并获。即日起，龙泽兰重回太医院，恢复2等医师之位。谁说的恢复2等医师的？朕准的。皇上驾到！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质疑朕的旨意。钟老，你继续。我来有2件事，一是恢复荣泽兰太医院2等医师职务
二，我有件事要处理。把冯英给我拿下！你二人在吉安所干了些什么？自己说。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我说，求皇上饶命，求皇上让我不死。冯医师，你找我何事？周医师，听说你曾是1等医师，因得罪了吴大人，这才被发配到吉安所，真是可惜了你一身才华。我叔父昨日还提到你呢。我现在有一个让你重回太医院的办法，你可想一试？真的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听我叔父说，太医院如今还有一位3等医师的空缺，只要你能让荣泽兰从这个世上消失，我便让你离开吉安所。冯医师，这可是杀人啊！不敢啊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要么你按我说的做，我捞你出吉安所；要么吉安所最不缺的就是尸体。你自己选。好，我做。冯明远，你这侄女犯下此等恶行，你有何解释？皇上，臣有罪，都怪冯英。臣受冯英蒙蔽，误以为周英是含冤被贬，不忍明珠蒙尘，这才将他调回太医院，还请皇上降罪呀！皇上明鉴，是他诬陷我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害荣泽兰？一定是他收买了你，来构陷我的。我没有胡说，是你嫉妒荣泽兰成为2等医师，认为他抢了你的位置，所以你想报复他。是你亲口跟我说，事成之后让冯大人调我回太医院，如今我人在太医院，这就是铁证。求皇上明鉴！我没有。孽上，你犯下此等罪行，还敢狡辩？太医院乃是悬壶济世之地，岂容你这般蛇蝎心肠之人留下？请皇上严惩冯英。臣管教不严，自请严查臣。冯明远，朕念你多年来忠心耿耿，罚俸1年，官降1品。周文熙杖20，逐出宫阙；冯英杖30，逐出宫阙。谢皇上开恩。叔父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这么做是为了冯家，你不能不管我，叔父。闭嘴！家里何时教过你，为了一己之私要他人性命？我们冯家没有你这个不孝女，拖出去！叔父，走！奴婢谢皇上为奴婢主持公道。
我笑话的。蠢成这样，还怕被人笑话？要不是我在圣上面前周旋，我们冯家早就被满门抄斩了。连一个小小的仪式你都……哎，罢了。即日起，你回府闭门思过，非诏不得出户。等风波过去，我便给你寻一门商贾赴沪结亲。如若你有良心，日后助我们冯家药行生意兴隆，也算你将功折罪。我都成一枚弃子了，你还要我将功赎罪？呸！今日欺负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遭报应！怎么，来听你的容姐姐瞧瞧我有多狼狈吗？不要，风姐姐，我们从医塾到现在认识快10年了，我一直都很崇拜你，你那么聪颖，那么有能力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。可今日你却做那样的错事，我好失望。不过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是想来送送你。对啊，我都忘了，我还有朋友。真可笑。我回去给你拿些金疮药吧。不用。素颜，我很感谢你能来看我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这是什么？这本来是我要晋升1等医师的时候用的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这么珍贵，是香药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在太医院的时候再打开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在太医院好好当差，保重。风姐姐，保重。太医院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为我陪葬。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去？想吃暖锅。荣医师，御药房当值的医师姐姐忽然急症，丽妃娘娘的安神药亟待抓配，麻烦你同我速速前往御药房抓药。好。
苏叶，那你药材摘好之后就先回去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臣此次前来有要事告知。何事？柳福林之女荣泽兰已入太医院为医师，臣忧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恐借太医院之便调查10年前的真相。不过是个小小的医事，能翻起什么风浪？你身处太医院，将它料理干净便好。你我多日未见，我深夜来此，可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药材都带齐了吗？那瓷瓶在哪里见过？我不仅要成为2等医师，成为1等医师的计划我也安排好了。不出半年，我必成为1等医师。那瓶中难道装的是？他真是疯子！如果里面装的是瘟疫异种，今日欺负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当报应！这就对上了。你去告诉荣泽兰，就说苏叶在晾晒药材，有些药不认识，让他去指导一二。是。苏叶，你让吴医师告诉我说，你整理药材时有药材不认识，是哪些啊？啊？我并没有不认识的药材啊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只是过敏了。泽兰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苏叶，有什么事你别瞒着我。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让我看看。这是窦毅。泽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上报，我只是3等医师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得了窦毅，他们会把我烧死的。苏叶，你先起来。你别怕，我也已与你近身接触，也有感染的风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上报的。谢谢你，泽兰。所以你先好好想想，近日你可曾接触过什么异物，或是去过什么生僻场所？
姐姐出宫前给了我这个瓷瓶，说是珍贵之物，她还叮嘱我回到太医院方可打开。可我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臭臭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难道这斗意来源于冯英为了报复宫里众人而特意放出来的疫病？苏叶病情棘手，上报他性命不保。若是隐瞒，倘若疫病蔓延，会有更多人被牵连。到底该如何是好？这么晚了，容易是为何还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可是在思念心上之人？宋大人大半夜不睡觉，可是有梦游之症？我当然没有梦游之症了。那你为何张嘴就说梦话？宋大人，我近日偶感风寒，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。你我相识许久，我鞍前马后，助你揪出幕后真凶。我不是在邀功啊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可是，你却还是与我这般生疏，真是令人心寒。容医师，你大可不必与我如此生分的。宋大人的伤怀之意再真切一些，方才可信。你还没说呢，你刚在想些什么呢？宋大人，若有人身染恶瘟疫，隐匿不报，则疫病横行；上报，则此人必死无疑。当救其一命，还是舍小保重。此事两难，以社稷安危计，其以保万，或有无奈之选。但人命关天，若能寻得万全之策，方为上上之选。容医师为何有此疑问？宋大人所言极是，孤权大局虽残忍，却是不得不为之。多谢宋大人，我已有决断。如此便好。容医师若有需要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宋凌霄都在。苏叶，别抓！我跟你说了，别抓。泽兰，你看我脸上是不是长痘了？我会不会死得很难看？你别怕，只要你忍住别去挠，不会毁容，也不会死的。真的吗？你放心。泽兰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你被传染就不好了。我做了防护，而且我也会注意的。我幼时曾患过痘疫，不会再被传染，放心吧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眼下你安心养病，早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冯大人，荣泽兰为包庇得了痘疫的苏叶，主动和苏叶同室隔离，二人现在都在后院最偏僻的那间厢房之中。倒是挺会选地方。他与苏叶朝夕相处，一定也染上了痘疫。如此正合我意。届时荣泽兰隐瞒疫病之事，证据确凿，等待他的便是烈火焚烧。大人深谋远虑。这几日盯死那间屋子，一有异动，速来禀报。荣泽兰，我暂且让你多活几日。
脸上的痘疮快好了。泽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快把药给我。泽兰，你的脖子……你说你小时候得过痘印，你骗我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没事，我能治好你，就能治好。可是你是因为我才被传染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苏叶，你相信我啊！冯大人，事情成了。好，通知下去，太医院发现痘疫患者，为防疫病扩散，立即将感染者火烧深埋。是。三股气节，容泽兰。你们干什么？奉冯大人之命，将你二人押走火烧。带走。是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说染痘疫的是苏叶和容泽兰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与他人同事而去，怎么办？该不会也死上吧？今日过去，你我皆无事发生，这是无恙。若被旁人听见，小心无端惹来灾祸。你们这什么我都不能干。怎么是他们？真的有事？来人，点火！冯大人，此事是否需要再详查一番啊？若他二人并非斗疫，岂不是草菅人命啊？吴大人，他二人症状如此明显，怎会有误容泽兰隐瞒疫病不报，犯下死罪？吴大人身为太医院的院判，却未能及时察觉，若斗毒横行，这失职之罪，吴大人恐怕承担不起吧？当然，吴大人若是不信，也可亲自查验一下。吴大人如何呀？脉象复说，确实斗疫无疑。来人，点火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说吧，有何遗言？我隐瞒病情，是担心引起恐慌，造成混乱。荒谬！皇宫安危，宫廷法度，岂是儿戏？吴大人，此女巧言令色，挑唆人心，应立即焚化。冯大人所言极是，必须严惩。吴院判，冯院判，苏叶痘已结痂，已有痊愈之效，为何还要依宫规火烧焚化？我等习医之人，本当悬壶济世，难道在这皇宫之中，人命竟然不及一纸宫规吗？吴大人，您身为医者，当真能弃人命不顾，违背自己的良心吗？
荣泽兰，休得诡辩！公归私议，岂是你能智慧的？自古以来，只要发现瘟疫，就立刻火烧深埋，防止瘟疫蔓延。如若我放了你，导致斗疫扩散，谁担得起这灭顶之灾？列位皆是幸运中人，你们当真认为这草菅人命的规矩合理吗？斗疫虽恶，但只要精心调治也可治愈。为什么不尝试着治一下？一个染病烧一个，10个染病烧10个，那100个、1000个呢？全都烧死吗？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被烧死，也不尝试着救一下，大家对得起身上这身医官服吗？皇上，凌霄觉得荣医师说的对，身为医官，我们应该努力救治。这瘟疫虽然可怕，但我们不应一味只是逃避，一烧了之。如若救治成功，积攒了宝贵的救治经验，也是利国利民、造福百姓的善举啊！凌霄恳请皇上给荣医师一次救治的机会，凌霄会亲自看着他们，确保他们不出隔离的房间一步。如果救治失败，凌霄定会亲自把他们付之一炬，确保众人安危。就是闭嘴！公规不可违，点火！住手！荣泽兰，这才几日，你怎么又闹出事来？你可知质疑公规是何罪名？回皇上，奴婢知晓，但奴婢所言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。哦，皇上爱民如子，以仁德责备苍生，岂忍见无辜者横死？长此以往，百姓将如何议论？百姓定会唾骂太医院众人见死不救，叹皇室视人命如草芥，更会议论连皇上身边治病救人的医者都要被烧死，这天下还有何处是安身之所？皇上，他这是危言耸听啊！皇上明鉴，边关浴血的将士，乡野耕作的农夫，若听闻皇上弃医者于火海，岂敢再托生死于朝廷？孙先生千金方有语，人命至重。皇上以仁政治天下，若开此先例，100年后史书将会如何书写？恐会说皇上为保宫闱安民，不惜自毁仁德之名。大胆！皇上，他这是要挟您啊！奴婢万死不敢要挟皇上，奴婢只是忧心，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朝堂之上的御史言官、天下学子的口诛笔伐，定会让皇上的圣明蒙上尘埃。倒是个伶牙俐齿。公规虽异，亦是为社稷安危，朕岂会以众人命换一人活？如此说来，皇上以为弃医保众乃天经地义。社稷如巨舟，行于惊涛，必其重负。朕若因一人之命，陷万千臣民于疫病水火，才是有负天下苍生。一介医师，安知治国权衡？皇上以周御国，却不知周之根基在于万民。若保周而弃子民，他日民心尽失，纵有千军之力，亦难渡沧海。大医精诚，医者守人心，皇上守天下，难道不该比医者更惜人命吗？你确定你能治好这窦疫？奴婢确定。皇上，万不可轻信，荣泽兰并非医官，就算是医官，也无十足把握。他只是一介医士，他没有治病救人的资格，更没有治病救人的经验。不过是为了保命，信口开河呀！皇上，皇上，奴婢恳请携苏叶于厢房内隔离治疗。若10日内，奴婢未治愈这窦疫，奴婢愿以死谢罪，绝无怨言。若10日之后，奴婢治愈了这窦疫，则天下就多了一副治病救人的良方，而皇上人心广济的美名也将能传遍天下，万民颂德。皇上，此乃两全之策呀！皇上，奴婢愿以身试药，
要是能为百姓做些贡献，奴婢死而无憾。好，那朕也给你10日。谢皇上隆恩。荣泽兰，你不是一个突发奇想的人，为什么会问弃医保重的问题？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苏叶患了痘疫，宫规规定，凡发现患疫病者，立刻火烧深埋。我不打算上报，宋大人会告发我吗？你可有把握治好他？有，但我怀疑此事是有人故意设计，目的是为了除掉我。所以你是故意引我发现这件事的？是。宋大人既已知晓此事，那我们便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想让我如何做？我有一计，虽危险，却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需要宋大人在我得痘疫被人发现之时，将皇上请到太医院来。此事很难，所以我才会拉宋大人入局。我相信大人你一定可以。此外，我还想请大人帮我3件事。其一，想请大人帮我确认同寝室的周宁与孙玉是否被感染。其二，我需要治疗痘疫的药。其三，还请大人想办法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与苏叶隔离的厢房。我怎么每次都会被你算计？泽兰，快把药喝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，苏叶，我们定能闯过这一关的。泽兰，今日听了你跟皇上说的那些话，我好崇拜你啊！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苏叶，如果我撑不住了，你要记得，要按照我教你的方子配药，继续自己喝。记住，以后一定要为自己活，要为这身医术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要为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像男子一样出人头地的女子活。泽兰，我懂了，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10日期限已到，荣泽兰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冯大人，你这是？宋医官为何在此？下官奉吴院判之命，负责为荣医师提供药材。倒是冯大人，为何来此？荣泽兰，治疗痘疫期限将至，本官特意前来查看情况。若仍旧疫病缠身，本官便依照宫规，即刻将他2人就地处置。荣泽兰当日与皇上约定的是10日，距此还有半个时辰。冯大人，你是否过于着急一些？哼，这屋内毫无动静，说不定人早已身亡。宋大人为他争取这半个时辰，难不成还指望荣泽兰能在半个时辰内死而复生吗？下官信与不信不重，我宋凌霄只知道，抗旨时辰死。
看来我们医者仁心的荣医师治好了别人，自己却又要让冯大人失望了。治好窦毅，并研发新药，从此窦毅可防。好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多免了。朕听闻荣泽兰已经病愈，还研制出了治疗窦毅的方子。回皇上，确实如此。臣已为二人诊脉，皆已痊愈。好，荣泽兰。荣泽兰阻止疫病蔓延，研制窦毅破解之法有功。朕今日便破例记你为1等医士。奴婢叩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恭送皇上。阿娘，兰儿终于成了1等医师，以后兰儿可以随便进出脉案室查看脉案了。兰儿一定要找到你被冤枉的证据，替你平冤昭雪。恭喜！泽兰多谢宋大人救命之恩。哎，不用谢，不如以身相许啊！我开玩笑的。泽兰，今晚我们吃什么呀？要不我们去吃些好吃的去？哟，这不是苏医师吗？如今学会摇尾巴了，可真是条好狗。既然这么爱跟在人后面伺候，那就把我们的衣服都洗了。你没有手啊？自己不会洗吗？苏叶，你怎么敢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孙医师这是要以下犯上吗？我乃皇上亲封的1等医师，你这一巴掌落下，按公规该杖责20贬去吉安府，助纣为虐者一并论处。二位可是也想去吉安所听一听棺材里挠指甲的声音？容医师息怒，容医师息怒。若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同人，我定让你们知道这1等医师的印信可不是摆设。是，比赛也不干了。滚！泽兰，我终于敢和别人说不了，谢谢你。阿娘，兰儿从荣家到太医院，走了整整10年，而今，兰儿终于可以看到，您当年在宫中经历的真相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事？是什么人陷害了你？这个人不管是谁，兰儿都不会放过他。兰儿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，要让他血债血偿。
武佑元年，太后于生辰宴突发哮喘，并伴有畏寒之症。荣六氏茯苓私自诊断，太后急症为寒哮。荣六氏以白芥子、盐胡索、细辛、干碎药粉和姜汁于丝帕，供太后嗅之。在太后病症稍有缓解之时，当值冯医官赶到，认为妇人之见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自古以来，医道皆为男子所掌，女子插手不过添乱罢了。最终，荣六氏茯苓因耽误太后病症，罚杖责80，赶出后宫，以儆效尤。母亲的诊治与用药明明无误，只因身为女子，打破了所谓女子不能行医的规矩，就被无端猜疑治罪。这世道何其荒谬！原来荣医师所图是10年前的卖案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也是来拿东西的，并非有意窥探。既如此，大人请便。荣医师，既然已经得偿所愿，为何看着还是不开心啊？我母亲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救治他人，却因女子无才便是得的迂腐规矩，被诬告为庸医，送至刑部杖责而死。宋大人身为7尺男儿，享受这世间诸多尊荣，你可知道这世间对女子有多么不公？这世道对女子的偏见由来已久，千年礼教积重难返，不是一朝一夕可破的。难破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我便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我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女子习医不输男子。我一定要为母亲昭雪，打破这世间女子不得从医的烂规矩。我荣泽兰今日立誓，从今往后拼死一搏，打破常规，定要凭自己的本事，成为大梁国的第1个女性医官，登上姓名顶峰，掌握话语权，届时于朝堂之上，为母翻案昭雪。荣医师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我宋凌霄都会站在你这边。荣医师，苏叶出事了。苏叶，苏叶，苏叶，畜生！谁让你们下死手的？苏叶，苏叶，错了，我不是故意弄脏宁贵妃的衣裙，是有人故意绊我的。我说了，可是贵妃不信。我好不容易才学会说不，我还想像你一样，可是不接。苏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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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泽兰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
苏叶的命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泽兰，如非急召，太后奉体前案，速随我去出斩。终于有机会见到太后了。是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